大燕王朝天成13年暮春，太和殿内张灯结彩，丝竹之声绕梁不绝。今日是小公主萧玉儿的3岁半生辰，满朝文武齐聚，贺礼堆成了小山。龙椅之上，当朝天子萧衍端坐如松，玄色龙袍衬得他眉目冷峻，左颊一道就战疤在烛光下若隐若现。群臣莫敢仰视，这位爷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君，去年一口气抄了3个世家满门，血流成河。但此刻暴君怀里抱着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，小团子穿着大红锦缎小袄，头上2个小揪揪扎着金铃铛，圆圆的脸蛋像刚出锅的包子，一双葡萄似的大眼睛滴溜溜转。他嘴里塞着桂花糕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像只偷吃的小仓鼠。只是暴君的姿势有些别扭，他一手托着女儿，一手扶着她的背，手臂绷得僵直，像抱着一尊易碎的瓷器。他显然不习惯抱孩子，甚至不知道该把那只手放在哪里。公主千岁，千岁。好吵哦，月儿想睡觉。李玄明垂下眼帘，心跳如鼓。龙椅上，暴君萧衍的瞳孔骤缩，他也听到了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儿，手臂不自觉地收紧了，又立刻松开，怕弄疼她。这丫头软得像一团棉花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抱才合适。那个声音是真的，不是妖术，不是幻觉。萧衍见过妖术，那些东西阴冷刺骨，让人本能的厌恶。但这个声音是温暖的，带着奶香味，像春天午后的阳光。这是他女儿的声音，从他心里发出来的声音。那个白胡子爷爷笑得好假，他刚才偷偷翻白眼了，以为月儿没看见。哼，月儿可聪明了。李大人，你也……摄政王赵无极放下酒杯，目光扫过殿中异样的面孔。他什么都没听到，但他看到了，看到李玄明的震惊，看到几个大臣交头接耳，看到暴君突然绷紧的下颌。有问题。李大人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殿内太热了？多谢王爷关心，臣只是觉得今日这桂花酿格外醇厚，有些上头了。摄政王爷爷看父皇的眼神，跟月儿看厨房里的烧鸡一样，好吓人哦。不过他的胡子好长，像山羊，月儿想拽下试试。陛下，父皇的眼睛好亮，像星星。不过，父皇为什么不笑呢？明明今天月儿过生日，大人真奇怪，明明不喜欢对方，还要笑。陛下，臣观百官神色诡异，疑似妖术作祟。公主殿下3岁稚儿，岂能令满朝失态？臣请旨，请高僧驱邪。满殿哗然，那些听到心声的人震惊于刘御史的胆大，那些没听到的人则跟着起哄。暴君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刘御史，眼神平静的可怕。你那个老爷爷好凶，昨晚他还去了一个好多漂亮姐姐的地方，衣服上有红红的印子。月儿觉得他变黑了，像脏脏的泥巴。几名忠臣面面相觑。青楼，刘御史。刘爱卿，昨晚你去哪儿了？臣在府中读书。哦，朕的女儿今年3岁半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。她说你去青楼，那朕就信，因为朕的女儿不屑撒谎。陛下，臣是被冤枉的。公主她怎么了？她连青楼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却知道你的衣服上有胭脂印。刘爱卿，你的衣服呢？要不要脱下来让大家看看？革职查办，杖30，逐出京城，家产充公。陛下，臣伺候先帝20年啊！满殿鸦雀无声，那些听到心声的人，此刻看小公主的眼神都变了，敬畏、好奇、恐惧，五味杂陈。那些没听到的人，则拼命从同僚脸上猜测发生了什么。摄政王赵无极坐在原位，笑容终于彻底消失了。他听不到，但他从刘御史的下场
从满殿的气氛中拼凑出了真相。这个小公主有古怪。父皇好帅！萧衍嘴角抽了抽，他听出来了，这丫头根本不是被吓哭的，她是装的。3岁半就会演戏，这到底随了谁？虽然父皇还是不敢看母后一眼，怂怂的。坐在侧殿屏风后听政的皇后沈清一手中的茶盏微微一颤，不是整只手都在抖。她听到了，从第一句就听到了，那是她女儿的声音，却不是从嘴巴里说出来的。那个声音里有嫌弃，有天真，还有一种不该属于3岁孩子的通透。沈清一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在睁开时，眼中已有了决断。不管月儿是什么，我都要保护她。困了，月儿要回去睡觉了。大人好无聊，还是枕头舒服。萧衍沉默了2秒，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小东西，他已经闭上了眼睛，睫毛像2把小扇子，呼吸渐渐均匀，小手还抓着他的衣领，抓得紧紧的，像怕他跑掉。萧衍的手臂不自觉地收紧了一点，这次他没有松开。退朝。陛下，还有边关急报。朕说退朝。群臣愣愣地看着暴君抱着小公主大步流星走出太和殿，小公主躲在他的肩膀后面，看着快睡着的样子，玄色龙袍翻飞，暴君的背影挺得笔直，但认识他多年的人都能看出，他走路的姿势比平时僵硬，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护着什么。殿外春风扑面，阳光明媚，御花园里隐约传来小公主咯咯咯的笑声，不知是不是在梦里发出的声音。李大人，今日之事，本王很好奇，你听到了什么？摄政王说笑了，臣老迈昏聩，耳背多年，什么都没听到。今日天气真好，呵呵，真好。李大人说的对，今日天气确实好，好的让人想变天。去告诉陛下，摄政王今日问了不该问的话。暗处，一只只黑色的眼睛已经盯上了那个3岁半的小团子。糖葫芦好吃。窗外，暮春的晚风轻轻吹过，带来淡淡的花香。退朝之后，太和殿内的空气依然凝滞，群臣三三两两往外走，却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只有官靴踩在石砖上的声音，啪嗒啪嗒，像雨打芭蕉。司天监李玄明走在最后，拂尘搭在臂弯，步伐不紧不慢。他面色如常，但心里翻涌如潮，公主的心声他听得一清二楚，那不是妖术，绝不是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你也听到了。李玄明站在原地，目光扫过前方的人群，他注意到有好几个人都在偷偷交换眼色，有忠臣，有命妇，还有几个平日里不显山露水的中立派，他们都在互相确认同一件事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但更多的人面色如常，包括摄政王赵无极，包括他那些心腹，包括大部分武将和言官。李玄明在心里默默数了数，听到的人大约20来个，没听到的占了大半。有意思。御书房内烛火通明，暴君萧衍坐在书案后，面前摊着一堆奏折，却一本也没批。他的目光落在榻上，小团子被安置在铺了厚褥子的矮榻上，盖着明黄缎被，睡得正香。小脸粉扑扑的，小嘴微微张着，呼吸均匀，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五指张开，像是在梦里抓什么东西。萧衍盯着那只小手看了很久，他想起刚才在殿上那个软糯糯的声音说，父皇的眼睛好亮，像星星。他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眼角，硬朗的眉骨，深刻的纹路，哪有什么星星？可他说的那么认真。萧衍收回目光，拿起一本奏折，又放下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条缝，暮春的夜风灌进来，带着花香，也带着凉意。他想起母后，8岁那年，他躲在屏风后，亲眼看着母后被太监拖走。母后没有哭，也没有喊冤，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无声地说，活下去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让任何人走进心里，直到今天，那个软糯糯的声音像一只小手轻轻推开了他紧闭多年的门。萧衍闭了闭眼，把那份柔软压下去。他是皇帝，是暴君，不能有软肋。陛下，司天监李大人求见。宣，臣叩见陛下。免礼，深夜求见，何事？陛下，臣有一事不得不报。今日殿上之事，陛下已然知晓。公主殿下的心声并非妖术，而是……朕知道，不是妖术。李玄明微微一怔，随即释然。
陛下何等聪明，怎会看不出来？那陛下可知为何有人听得见，有人听不见？你知道原因？臣猜测，唯有对公主殿下心存善意之人，方能听见她的心声。御书房内安静了一瞬。善意是，今日听到心声者，皆是忠臣良善之辈，而摄政王及其党羽，无人听见。那刘御史呢？他也听不见，却跳出来弹劾，他是忠臣。刘御史不过是借题发挥，想博个直谏的名声罢了。他若真听见公主说他去了青楼，借他10个胆也不敢站出来。所以，月儿的心声是一面镜子，照出谁是人，谁是鬼。陛下圣明。李玄明，你听到了什么？陛下是指月儿说的那些话，他说了什么？你一字一句告诉朕。公主殿下先是说好吵，后来说白胡子爷爷笑得很假，再后来说摄政王看陛下的眼神像看烧鸡。还说了什么？还说了陛下眼睛亮，像星星，以及陛下不敢看皇后娘娘。荒唐。还有呢？正色。还有一句，公主说刘御史变黑了，像脏脏的泥巴。变黑？臣猜测，公主殿下不仅能传递心声，或许还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人心善恶。萧衍的手指收紧了。他想起女儿说过，摄政王爷爷看父皇的眼神好吓人，也说过父皇是金色的，好亮。金色？什么金色？李玄明，你可曾听闻天命之眼？陛下，从何处听闻此名？陛下，臣本不想这么早说，但既然陛下已经知晓不错，公主殿下极有可能便是天命之眼的传承者。天命之眼尚能顾明和于色，能金色为真命天子，黑色为奸佞之徒，白色为至纯之人。此术已失传千年，臣本以为只是传说，没想到。萧衍站起身，走到榻边，低头看着熟睡的女儿。他翻了个身，小嘴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沉沉睡去。天命之眼，那他为何会转世为朕的女儿？臣不知，但臣知道一件事：天命司一直在寻找天命之眼的传承者。天命司，一个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神秘组织，他们掌控着天命的解释权，暗中操控王朝更迭。若他们知道公主殿下的存在，他们敢来，朕就敢杀。摄政王府书房，赵无极独坐在书案后，面前的桌上摊着一本空白册子，手边放着笔墨。王爷，查到了。今日殿中面色有异者共23人，这是名单。赵无极接过纸条，扫了一眼，23个名字，有些他很熟悉。李玄明、礼部王侍郎、翰林张学士，都是平日里不站队的中立派，或者明里暗里偏向皇帝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。23人，有趣。一个一个问。本王要知道那个小丫头到底说了什么。是。王爷，还有一事。说。属下派人打听了公主殿下近况，据说殿下出生时天降异象，满园牡丹反季盛开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皇后娘娘怀胎时，曾梦见一只五彩凤凰落入怀中。赵无极沉默了片刻，忽然笑了，笑声低沉，像夜宵。凤凰，天命，这天下从来没有什么天命，所谓天命，不过是强者写的故事。既然皇帝有了天命之眼，那本王就得给自己也找个天命。他抬头看向窗外，夜色沉沉，月明星稀。去联络那个人，就说本王有意合作。王爷是说天命司？赵无极没有回答，只是将毛笔搁回笔架，发出轻轻的哒一声。那声音在寂静的书房里，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。
皇宫，寝宫，皇后沈清一坐在妆台前，铜镜里映出她清丽的面容。她已经坐了很久，一动没动。娘娘，夜深了，该歇息了。翌日清晨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寝宫。母后们在这儿。母后平时都不跟月儿睡的。她不知道，皇后沈清仪昨夜在她榻班守到半夜，最后实在撑不住，合衣躺下了。母后真好看，眉毛弯弯的，嘴唇红红的，像画上的仙女。月儿好喜欢母后。母后笑了，母后是不是也醒了？母后装睡。小机灵鬼。母后，父皇呢？沈清一的笑容淡了一瞬，他想起昨夜暴君在御书房召见李玄明，一直谈到深夜。他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，但他知道一定和月儿有关。父皇在批奏折，月儿乖，今天母后陪你用早膳。太好啦，母后陪月儿吃饭。父皇喂饭像塞炮弹，还是母后好。早膳放在皇后寝宫的偏殿。月儿，昨天在宴会上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呀。那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奇怪的声音，月儿没有听到呀。不过月儿心里想的事情，好像有人能听到。母后，月儿是不是做错事了？没有，月儿没有做错任何事。那为什么昨天那个白胡子爷爷好凶？他说月儿是妖怪。他不是好人，月儿不是妖怪，月儿是母后的宝贝。月儿就知道母后最好了。父皇也这么说吗？沈清仪没有回答，他不知道威严帝王萧衍怎么想，但昨夜他抱着蒙宝萧月儿退朝，在御书房守到深夜，那些举动不像一个冷血暴君会做的事。父皇也这么想。耶！月儿有父皇和母后，月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子。早朝，暴君萧衍坐在龙椅上，面色冷峻，眼神如刀。昨夜李玄明的话还在他脑海里回响，天命之言，天命司，唯有心存善意者方能听见。他的目光扫过殿下群臣，李玄明站在前排，面色如常；摄政王赵无极站在右侧，笑容温和。但萧衍知道那张笑脸底下藏着什么。陛下，杭河决口灾情紧急，急需拨款赈灾，臣请旨从国库调银50万两。准，另从内上拨银10万两，专用于灾民安置。群臣微惊，暴君竟然自掏腰包，这可是头一回。陛下仁德，臣等感佩。摄政王昨日辛苦了，今日面色不佳，可是没睡好。多谢陛下关心，臣只是昨夜读书晚了。读书？摄政王读的什么书？论篡位的100种方法？满殿寂静。陛下说笑了。退朝。退朝后，赵无极没有回府，而是去了偏殿。心腹甲已经等在那里，身边还站着3个人，都是昨天名单上的人。说吧，昨天在殿上你们听到了什么？本王只是好奇，公主殿下3岁半，能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？你们不必紧张。
回王爷，臣什么都没听到。那为何脸色大变？臣只是觉得殿内闷热。张大人，本王最不喜欢别人撒谎。你是想自己说，还是本王帮你说？王爷饶命！臣确实听到了，但臣不敢说。说，公主殿下说王爷看陛下的眼神，像看烧鸡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说王爷的胡子像山羊，想拽一下。有趣。还有谁听到了？说了什么？臣只听到这些，其他人臣不知道。下去吧。你们呢？公主殿下说刘御史去了青楼，说刘御史变黑了，像脏脏的泥巴，说父皇的眼睛像星星，还说陛下不敢看皇后娘娘。一个小丫头3岁半，就能让满朝文武变色，让暴君护犊子，让李玄明那老狐狸闭嘴，留不得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去告诉那个人，本王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但有一条，事成之后，那个小丫头交给本王处置。是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求见。宣，臣妾参见陛下。免礼。皇后有事。说吧。陛下，玉儿的事，臣妾知道了。所以臣妾想问陛下，陛下打算怎么办？臣妾会保护月儿，但臣妾一介女媛能做的有限。陛下，您是她的父皇。朕知道，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陛下，臣妾信你。回去吧，月儿醒了会找你。皇后，谢谢你。白芷姐姐，公主殿下醒了，饿不饿？奴婢让人准备点心。白芷姐姐在绣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绣绣。是张铁柱哥哥吗？公主殿下别胡说。白芷姐姐喜欢张哥哥，白芷姐姐害羞了。公主殿下，他们在笑，母后生前也爱笑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后来母后不笑了，再以后，母后走了。父皇的眼睛好亮，像星星。哪有什么星星？可他竟然希望那是真的。夜深了，娘娘。月儿，他想起今天在宴会上听到的那些心声，从第一句好吵哦，到最后一句糖葫芦好吃，每一个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月儿的声音，却不是从嘴巴里说出来的。那个声音里有嫌弃，有天真，有得意，有害怕，还有一种不该属于3岁孩子的通透。那个白胡子爷爷笑得好假，摄政王爷爷看父皇的眼神像看烧鸡，
父皇的眼睛好亮，像星星。刘御史去了好多漂亮姐姐的地方，衣服上有红红的印子，然后刘御史就被革职了。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？沈清一想起自己小时候，母亲曾给他讲过一个传说：上古时期有一种人天生拥有天命之眼，能见他人命格之色，能辨人心善恶。这种人被上天选中，注定不凡。月儿，你到底是谁？糖葫芦好吃。他想起自己怀月儿的时候，那一年父亲被诬陷谋反，家族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泥潭。他被没入宫中为女官，一步步从最低微的女官做到了皇后。然后月儿出生了，月儿是他在黑暗中唯一的光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母后的月儿。母后不要哭，月儿会保护母后的。月儿，母后也会保护你，永远。白芷姐姐，母后呢？娘娘一早就去给陛下请安了，公主殿下再睡一会儿。月儿不睡了，月儿饿了。母后，月儿乖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好，月儿梦到糖葫芦了。又梦到糖葫芦，你是有多爱吃？糖葫芦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父皇说了，下午给月儿买。父皇什么时候说的？昨天，父皇说下午吃糖葫芦对牙不好，但是月儿说下午吃，父皇就说行。暴君萧衍，那个杀人如麻、冷酷无情的暴君，居然会跟3岁女儿讨价还价来糖葫芦的事，那不是暴君的眼神，是一个父亲的眼神。母后，父皇是不是不喜欢月儿？为什么这么问？父皇都不来看月儿，每次月儿醒的时候，父皇都不在，只有上朝的时候，月儿才能看到父皇。父皇忙，他要批很多奏折，要管很多事情，不是不喜欢月儿。那父皇为什么晚上不陪月儿睡觉？别人家的爹爹都陪宝宝睡觉的。父皇还不习惯，月儿给他一点时间，好不好？母后，父皇说话算话吧。父皇说话算话。白芷，备些点心，早膳后陪我和月儿去御花园走走。是娘娘。早膳后，沈清一带着萌宝在御花园散步，阳光明媚，花香四溢，蝴蝶飞舞，月儿的笑声是这深宫最动听的旋律。沈清一看着女儿，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，他必须知道更多关于天命之眼的事，而李玄明一定是那个知道秘密的人。摄政王赵无极的耳目遍布宫中，直接询问李玄明太过冒险，他需要一个中间人，而白芷便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白芷的父亲曾是他父亲的学生，这份渊源知者甚少。母后，送给你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母后是天底下最好看的。沈清怡，月儿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。月儿要永远和母后在一起。披着，他又想起月儿说父皇的眼睛好亮，像星星，还有今天早上皇后请安时那欲言又止的模样，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。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像是他此刻的心情，烦躁，却又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。公主殿下，该起床了。不要，月儿还要睡。陛下说了，今天公主殿下还要陪她上朝。父皇坏，天天上朝，月儿好困。白芷姐姐，今天那个凶凶的老爷爷还会来吗？不会了，他被赶出京城了。那就好，他好凶，月儿害怕。公主殿下别怕，有陛下、娘娘和奴婢在，谁也不敢伤害殿下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太和殿内，群臣已列队站好。今日朝堂少了刘御史的身影，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默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北境蛮族近日异动，边关守将请求增兵5000。蛮族异动，什么原因？据探子汇报，蛮族内部内乱，败退部落逃至边境劫掠。增兵3000，另拨粮草10万担，命守将严加防范，不得主动出击。遵旨。还没结束呀，月儿好困。
陛下，臣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就别讲了。陛下，臣以为公主年幼，不宜每日上朝。朝堂乃国之重地，岂能容稚童嬉戏？月儿，你觉得朝堂好玩吗？不好玩，大人们说的话月儿都听不懂，好无聊。听到了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好玩，但他还是来了，因为朕让他来。陛下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朕的女儿会干扰朝政，还是觉得朕抱着女儿上朝不够庄重？臣不敢。起来吧，朕不怪你。朕的女儿，朕抱着上朝，碍着谁了？谁觉得碍眼可以不来？很好，退朝。退朝！退朝啦，可以回去啦。月儿想吃枣泥酥。父皇，月儿想吃枣泥酥，让御膳房做。还要桂花糕。行。还要糖葫芦。早上吃糖葫芦对牙不好。那下午吃。行。父皇最好啦，月儿最喜欢父皇。蝴蝶，父皇，蝴蝶。月儿想抓蝴蝶吗？想。蝴蝶别跑，月儿要抓你。坏蝴蝶，欺负月儿腿短。父皇好厉害，好漂亮，它的翅膀亮亮的，像宝石。月儿怎么放了？他想回家。月儿也有家，他也有家，月儿不能把他关起来。月儿，你很好。父皇在夸月儿吗？嗯。月儿最喜欢父皇啦。娘娘，陛下方才抱着公主殿下回御书房了。月儿今天乖吗？乖，殿下在御花园追蝴蝶，玩得很开心。后来陛下帮殿下抓了一只，殿下看了一会儿，又放了。放了？是，殿下说蝴蝶要回家。月儿，比我们都通透。公主殿下虽然小，但什么都懂。白芷，从今天起，你贴身跟着月儿，寸步不离。是，娘娘。父皇，父皇，那个白胡子爷爷为什么那么凶？因为他蠢。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笨。哦，那月儿不蠢，月儿聪明。嗯。父皇夸月儿聪明，月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孩子。